急救一直折腾到第2天的拂晓，心脏停跳的那个终于算是救了回来，其他人情况也稳定了不少。医生原本想让这帮人留下来观察观察，但这帮人自己并不太当回事儿。对他们来说，药物服用过量已经不是1次2次，就算是那些违禁品，服用过量也都已经是家常便饭。于是以汉克为首的几人便在一大早办理了出院手续。抢救回来的那个人虽然还有些虚弱，但是也坚持出院了，反正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。对他们来说，留在医院也没有任何意义，反而徒增被曝光的风险。一帮人从医院离开之后，汉克便对他们说，诸位有没有感觉这件事情有什么蹊跷？蹊跷？其中一人反问他，你的意思是，咱们这么多人忽然同时阳痿的事情蹊跷吗？汉克反问，难道不蹊跷吗？蹊跷。那人点点头，咂嘴道，我怀疑是不是那个姓叶的昨天给咱们下毒了，不然没理由咱们这么多人吃完饭回来同时阳痿吧。汉克忽然皱了皱眉，眯着眼睛正色道，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那个姓叶的确是有问题。一人说，要不咱们赶紧报警吧，这他妈的至少也得判他入狱吧。报警？汉克冷声反问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如果我们体内真有中毒的话，昨天医生就已经帮我们查出来了。你以为这么多人忽然药物过量进了医院，他们不会先做血液测试吗？如果真查出来有什么问题，他们早就通知警察了。说着，汉克又道，如果我们现在报警的话，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事情没查出来，我们反而因此曝光了自己。如果我们这帮人被爆出集体在华夏阳痿，并且服用西地那非过量进了医院，你们还有脸回美国吗？那怎么办啊？有人绷不住了，立刻说道，万一以后都阳痿了怎么办？我把药当饭吃都没用啊。这下完了。汉克忽然回过神来，脱口道，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姓叶的昨天在饭桌上说了什么？他说如果我们反悔的话，今天就要1亿变10亿了。那他肯定知道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一定是被他做了某种手脚。你们也都知道，以前有一种刑法叫做化学阉割吧，万一他给我们化学阉割了怎么办？安格鲁说，我不信那个姓叶的这么厉害，他们华夏人吃饭又没有采用分餐制，大家吃的都是一个盘子里的东西，喝的也是一个瓶子里倒出酒，他怎么能偏偏给我们几个下毒？依我看，咱们不如赶紧回美国算了，到美国找最好的医生，帮我们好好检查一下，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。汉克冷冷道，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回到美国再也治不好了呢？你赚了这么多钱，难道后半生就愿意当一个阳痿吗？安格鲁问他，汉克，你的意思呢？汉克说，姓叶的既然说了今晚还有饭局，还让我们如果去的话就找史蒂夫报名，就肯定是知道我们还得回过头去求他。既然如此，我觉得我们晚上不如再去一趟。10亿美金啊！那人脱口道，姓叶的让我们拿出10亿美金来搞一个基金，专门暗杀我们这样的人，这他妈的谁能愿意？汉克道，我们今晚先去看看是什么情况，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跟姓叶的有关系，到时候再想别的对策。至于钱的问题，我们也未必就一定要出啊。其他几人沉思片刻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如果今晚不去天香府观察一下，具体是什么情况，错过了这个机会，恐怕就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了。于是众人便推举汉克作为代表，跟史蒂夫取得了联系。史蒂夫正恨这帮傻逼入股，本以为谁都要给自己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一点面子，但没想到这帮老狗比为了自己的变态需求，竟然连前途都不放在眼里。可问题是，他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把手，能给这些人带来的威胁也全在生意场上。一旦对方抱定了，我无所谓将来赚多少钱，反正我现在挣的钱已经够花了。这种心态，
那他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。一大早忽然接到汉克打了个电话，他心里依旧愤愤不平，破口大骂道：你他妈的还给我打电话做什么？汉克尴尬地问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今晚还去参加饭局的话，昨天那个叶先生还会出现吗？史蒂夫冷声道：那我可不确定。怎么你们这帮变态后悔了？汉克也有些愤怒，质问道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我们来华夏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结果你给我们摆了一个鸿门宴不说，那个姓叶的还给我们下毒，你这么做也有些太过分了吧？你不能因为我们混的没有你好就如此欺辱我们啊！史蒂夫骂道：放你妈的屁！叶先生什么时候给你们下毒了？汉克也豁出去了，直截了当地说道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我也不妨直接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阳痿了，我吃了一大把西地那非，吃到我连夜送到医院急救，佐伊心脏都停跳了，天亮之前才刚救回来。你敢说这些和姓叶的都没有关系吗？史蒂夫有些紧张，赶紧低头往自己两腿间看了看，又下意识地拨愣两把，生怕自己也被叶晨下了药。他虽不知道叶晨具体有哪些本事，但是他知道叶晨肯定有很多神奇丹药，他连那种能让人年轻10几20岁的丹药都能拿得出来，搞出一种能让人阳痿的丹药，估计也不在话下。不过好在自己似乎没有遇到这种问题，于是他便冷笑道：要我说，你们这帮变态也是活该。叶先生昨天给你们机会了，要你们改邪归正，过正常人的两性生活，但你们这帮变态不愿意啊。我看是马特·芬克尔斯坦之前带着你们在岛上玩得太花了，现在好了，你们玩都玩不动了，满意了吗？汉克郁闷至极，开口道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你现在说这种风凉话有意思吗？我们都是被你害的，是你把我们叫过来的，你就不信我们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吗？史蒂夫笑道：你赶紧宣扬，你现在就联系 BBC 和 CNN， 不行的话我帮你联系也可以。实不相瞒，我迫不及待的想让你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，你公布出去了，人民就不会误会我了。以前他们总怀疑我跟你们这帮傻逼也有染，只要你们把这件事情曝光出去，我就彻底洗脱嫌疑，成为美利坚的民族英雄了。汉克一怔，心想：妈的，史蒂夫说也有道理啊，自己这帮人本来就是过街老鼠了，只是现在那些罪证还没有完全曝光出去，要是自己主动告诉媒体，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联合一个华夏人，把自己这帮人骗到华夏，做了化学阉割，恐怕全美都会把史蒂夫视作民族英雄。到时候好莱坞那帮傻逼搞不好还要拍他马屁，以这个故事为原型给他翻拍一部电影。罗斯柴尔德家族本来在好莱坞具有极强的影响力，到时候奥斯卡一开奖，这部电影在他妈的横扫7、8个奖项，我们几个这辈子不就完蛋了吗？